中国电动小车对你来说应该要多少钱才叫合理呢？来，今天我们来看另外一辆新的中国电动车，东风 Box。还记得几个月前我们在拍这辆车 preview 的时候，我们说过一件事吗？当时东风 Box 的负责人说，有两个车型嘛，分别是 E2 跟 E3 两个版本，一个是续航里程比较低，一个是续航里程比较高。当时说应该会只卖 E3 的版本 ，E2 是拿来做 pilot test 的。但是今天价格一公布呢，其实 E2、E3 都公布上来了。我问原厂负责人说，为什么会卖 E2 啊？因为你知道马来西亚的那个价位门槛哦，100千就定在那边，100千对大家来说已经是一个蛮高的价位了。你小车要卖到超过100千，其实蛮多数人是有一点觉得说你比较难打到大众市场了。但原厂负责人直接跟我讲说，但是 E2 有人订哦，我就好吧，既然有人订，就表示大家对于100千买入门版是可以接受的，所以100千入门版 E2， 高配版 E3 113千，然后今天这辆是高配再加双色调 Two Tone 版115千。那差别是什么？差别简单带过几个了。第一，轮圈的配置，轮圈尺寸相同，但是 rim 的造型不一样。第二 ，ADAS 的配置不一样。虽然大家都有 ACC 跟车，但是除了 ACC 以外，入门版其他的 ADAS 全部拿到完，你所谓想象到的盲点车道偏离，就是前面这颗 camera 没有啦，因为你侦测不到车道了嘛，所以你就其他的 ADAS 全部都没有。第三，驾驶座的电动调整，入门版是手动的。E3 版本是电动的。最后一个最重要的就是他们的续航里程，入门版 E2 的续航里程 CLTC 330公里，高配版 CLTC 430公里。你要拿 CLTC 换算成实际续航啊，我觉得你可能要再扣个30到40% 居多。那我觉得目前这辆车它最大的挑战，最大的对手，就是我们即将登场挂着 Proton 牌的 EMA7 嘛，因为 EMA7 已经标榜着说它会卖这120千，所以120千变成一个马来西亚电动车的一个标杆了哈。就是 C segment SUV 续航里程可能也是300多为基础，那卖个120千，我预计如果 Proton 觉得说 Booking 结果不理想，可能这个价钱还会再下调啊，对，所以这个竞争，这个市场竞争是非常激烈的。今天这辆 E2， 你看哦 ，CLTC 续航是330公里，你实际行驶可能200多，你就是市区行驶。高配版430公里，那它的实用性某程度上就会有一点大打折扣。那它的直接竞争对手又是谁呢？它直接竞争对手很现实的，你一定是想到本地卖的算是相当好的比亚迪海豚了吧？海豚的价格也是在入门版卖着刚刚好，正100千正。那相对而言，海豚的电池入门版就大了差不多20% 左右。那当然，海豚高配版续航里程更大，只是海豚高配版的这个价钱也多了，就要到120多千嘛，所以这个就变成一个很挣扎的点了哈。对这个外形，我就觉得它非常亮丽，颜色非常可爱的。但是考量到一个很现实点，就是续航里程的问题的时候，就回归到最现实的点了。好，动力规格讲一下哈。今天两辆车的锂电池分别搭载入门版 E2 是31.45 kW 的锂电池，高配版呢是42.3 kW 的锂电池。马力扭力是完全相同的，都是最大95匹马力，扭力峰值160牛顿米，最高时速140公里。那续航里程刚刚也跟大家说了嘛，入门330 CLTC 哦。高配430，就是这两者之间的差别。那大家可以实际去对比目前大家市场上的几个竞争对手啦。我觉得你不只是海豚，你可能也要对比说像是 MG4， 这就是大家消费直接最有感的。你看的就是续航，你看的就是这个行驶里程，然后你看的就是马力扭力。我觉得大家都在一个点位上，那大家的价位都是100千。你会做什么样的选择？造型我们说过了嘛，东风 Box 的造型明显就是可爱的风格非常强烈。如果把起跑点
电池续航大家都拉在同一阵线上，我觉得它是我蛮会选择的一个车型。我觉得真的觉得它好可爱。那最后一个大家要顾虑的点就是这辆车原厂说预计会在本地进行组装，所以它会不会是2026年开始变成说在本地市场唯一一个价位可以维持在100千上下的电动车呢？或者是你本地组装过后，你的价位可以再下调，然后拿到更好的税务优惠呢？这个我觉得是这辆车到时候最大的突破点了，你觉得会吗？Box 的造型，不管在车头、车尾，我都觉得非常好看。如果你再加多2000块拿这个白云车顶的双色调设计，我也是觉得真的是非常值得的啦。这个搭配，它的色系真的很漂亮。然后它还有什么特别的点啊？你看它隐藏式的车门把，然后这个4门都是无窗框的设计，都是相当 fancy 的。车身烤漆可爱，双色调车顶可爱，4门无窗框也是非常酷炫，所以整个配套其实它有它的卖点啊，只是我们这边的市场也变得竞争太激烈了，所以对，很现实，真的很现实。你看它圆灯，我超爱这个尾灯的光条铺成的，我真的觉得非常非常可爱。尾门电池阀简单打开来，非常大的空间，一个小车的配置。然后你看它的椅垫也是不可分离的，是整片做倾倒的，就2个带子，简单拉一拉，你就倾倒了，也当然没有这个全躺平啊。还有 E2 跟 E3 有一个很大的差别，就是360环境显示，只有 E3 有 ，E2 并没有360环境显示。来，我们直接上它的驾驶座看一个东西啊，高配版有 Easy Entry 耶，就是它的座椅会在你下车了之后拉开来，你上车了之后把它调回来，所以就以110千的价格来说，这个配置看起来好像还算不错。然后驾驶盘sorry， 没有前后，就只有上下可以调整，前后再次确认一下。confirm 是不可以的，只有上下调整而已。那它的椅垫其实也很特别，是偏柔软的皮革材质。然后你看它的不管是隆起还是左右包覆，其实 support 都有一些，所以你要说它有点运动化，它可以有一点运动化。虽然它是一辆很居家的城市代步车，它的续航里程这样看来啦，但是它坐起来的感觉其实椅子还是蛮有诚意的。这是蛮多中国车的一个特点啊，就是尽可能能给这些能给的东西，尽可能都给到位。那我是觉得尽可能能给的东西啊，电池真的要给大一点Viber 不要再说了，没有语料。OK， 材质的部分上面都是硬质塑料，旁边也都是硬质塑料看到吗？然后只有就是你 touch 得到的地方，它用皮革做包覆。然后他们的皮革材质真的是用得很好，它这个皮革材质用的比我刚才讲的另外一辆车还好。对，这个材质真的运用的不错。但是窗这边的按钮的位置又是硬质塑料，所以就是你手肘碰得到的地方都是软的，你手肘碰不到的地方都是硬的。那电动窗也是这种中式的反方向设计的。再来就是很特别的副驾这边有一个双皮带这样子的设计，就是 fancy 啦。然后还有一个很特别的 drawer 设计。今天我们讲车的 drawer 嘛，今天这个真的是 drawer， 再强调一次，它真的是 drawer。对于女性副驾来说你放一些化妆品啊，放一些什么就非常非常适合。你要说那种居家堆杂物以前我们是放 service booklet 嘛，这个就不太够了啦，这个就拿来放一些首饰化妆品。天下无敌 ，OK， 然后再看它的其他界面，主机一个非常大的中控荧幕，有一只，它是猫还是狗？它应该是猫，但是它没有什么 animation。我记得特别的就是 radio 啊、背景啊、图片啊这些是可以换的，它可以做一些很简单的客制化处理，界面风格也算可爱，其他的东西就相对简单你要说这套主机的运作有很流畅吗？我觉得也不太到，都是以比较简单为主它可爱，它简单就这样子而已，没有太多很 fancy 的function。对，然后360环境显示，
我忘记在哪里开了，刚才有看到一下。那至于另外一个就是驾驶仪表，就小小个啦，就数位式的仪表，就非常简约的一些数据呈现这样子，也没有 HUD 抬头显示器，但是你可以做一系列 ADAS 操控啊，就驾驶盘上都有实体按键可以按哦，它是实体按键哦，这点是值得庆幸的。然后中间这里应该有一个无线充电吧，它虽然没有写，可是我觉得它理论上应该是无线充电吧。它很特别的设计哦，你看它这里可以放手机一个，然后这里可以放一个直立的。这个设计我是觉得超级加分的，因为就很方便啊，你导航什么的，你即使要放都可以。然后下面遗憾的是下面没有镂空啊，因为有些这样子直立的设计，它做一个镂空，你 Type-C 的 cable 还是可以接下去嘛，它今年是没有的。然后中间有一个非常深的 armrest 哦，你看啊，这个深度到这边非常深。然后上面的皮革也是非常舒服的，下面的收纳空间就更大了，只有一颗 USB， 后面没有冷气出风口，然后一颗电源插槽，然后2个置杯架跟一些零散的物件收纳格。再来就是它有 ambient light， 我记得它有呼吸灯可以做调整。那这个 ambient light 的颜色也有很多可以切换啊，这也没有什么太 fancy 啦。整体看起来我觉得里面跟外面是好看的，但最后回归到那个点，就是续航里程。你可以接受还是不可以接受？对，就是这个问题而已。那你究竟是以外形考量为主，分析为主，然后反正你觉得就是在市区内行驶，里程不需要长，这样子就可以了。可能再等一等折扣，它价钱会再往下压，这也是有可能的。那我觉得可以再观望了。这个东西就是现在的选项已经多，就是 supply。很明显，远远大于 demand， 所以选择是消费者的，就是你不需要急着买，可以继续观望，看有什么优惠可以等，我觉得都会是消费者更好的一个 option。你也是这样认为吗？欢迎留言给我们知道，要不然subscribe我们圈呢，我们下期再见，拜拜。